大家好，我是红木百事通。昨天有位工厂的老板来我这里喝茶，之前我们也素未谋面，他呢是通过视频知道的我们。上次直播的时候，好像有一个粉丝问我木白，你现在手上有没有在做的团体定制活动？但是我提了一嘴，我说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有大锅紫檀大床的团体定制。如果看过我之前视频的网友应该知道，在去年的9月份，我们做过一次大锅紫檀大床的团体定制，当时3天订单就接满了。后来有很多人想参加，但是做不了，也有一部分是之前订了1张或者2张，再加1张都加不进去，因为年前就那么点时间，工厂只能做出那么多，所以他们就强烈要求我必须再做一波啊。过完年来，我们就一直在筹备这个事情。前段时间刚刚落地，所以说现在在做的手上只有大锅紫檀大床的团体定制。我呢也一直没有发视频跟大家讲这个事情，因为呢我想先紧着之前他们的需求接单。如果发了视频，外来流量把订单接满了，如果他们再没有赶上，这就很尴尬了。老板来的意思很简单，就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合作一下，因为他们家是专门做棉花大床的。我就问一下老板，我说老板，你们家的大床是什么价位？他说的也非常的直白，他说我也不瞒你说啊，如果说你要做白料啊，我们大概出厂价在14000左右，我可以给你16000。而且这种货非常紧俏，很难留得下，就是一出来甚至没做好就已经被经销商拿走。然后如果你做红料的话，他说我的价格可以做到在16000-17000，我可以给你18500。而且我们的量非常大，你跟我合作不需要考虑什么50套、100套、200套，我都可以做，我们的量非常非常大。我就问他，你还有没有更好的？老板说，目前我们就做这2个标准，如果说你要加钱做的话，我可以再做得更好一点。其实听到这里，我心里大部分就已经有底了。我想，就以那个红料大床来说，18500，对吧？我给他加2000，他大概能做出2万的感觉，那个水准。我给他加5000，他还是只能做出2万的感觉。甚至你给他加1万，他也只能做出2万的感觉。一个工厂的水准呢，相对来说是恒定的，它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非常好，也不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变得非常差，除非老板大换血，把原有的班底包括一些供应流程全部废除，引进一套新的系统。当然了，这也是不可能的，这跟重新开个厂没有什么两样。因为红木家具制作啊，它是一个整个系统的流程，它不是在单个某一个环节上面改动一下就能把品质提升多少高。从开料、选料、木工、刮磨、油漆，所有的程序都会有一个品控标准，师傅的工作习惯，包括甚至一些品控的他的认知，都影响到他的段位。老板说，你跟我做绝对能赚很多很多钱，我相信也是这样。但是我也知道，如果我做了，那么其实我离关门就不远了。每个人都想赚到钱，赚到很多很多钱，但有些钱真的不是说你能赚的，而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细水长流。我婉拒了老板的好意，说实话，如果是3年前，我会很心动，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资源。但是这几年我所拍的视频、所做的直播，把我的这些粉丝，不管是从专业角度还是审美角度，都上升了一个很大的台阶。现在的这些产品已经不是我的菜，也不是我那些粉丝的菜。其实每一个品质标准都有相对应的受众群体，而市场的这种中低端的品质受众群体会更高，因为大部分人还是不懂，都是比较在意价格。
当然了，那个区域里面它的竞争也非常非常恶劣，没有最低的价格，只有更低的价格。而我们这个圈子里面可能做起来会很慢很难，但是很稳。我有很多的回头客，好的品质做好的家具，它的圈子都有可能会为你所用。如果哪一天我们客户渠道越来越少，获客流量越来越低，但是有这一部分基础，我们都有可能吃得很好，吃得很饱。但是如果说做那种品质相对较差的货，做一个客户丢一个客户，如果哪天自媒体的风口过了，大家的获客流量进不来了，那我就更难做了。随便聊一聊，非常感谢，拜拜。